2018年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有许多热门的话题，包含全民健康覆盖、非传染性疾病、健康防御。很开心这次由台大6位学生参与这样的会议，包含舒凡、孟冠、齐心、致富、慧玲以及银安。我们就由这6位学生现身说法，跟大家说明我们这次参与的心得。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下 NSA Non-State Actor。那我们请 Angie 来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NSA 以及跟他们相处的一些经验。好。那首先，我想应该蛮多人都不太清楚 NSA 是什么。那它的全名其实是 Non-State Actors， 它其实就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但是是跟 WHO 有合作关系的。所以他们每年就是需要去 WHA， 然后进行他们主要的倡议工作，以及他们可能需要回报一些工作目标跟内容。那我这次合作的那个 NSA 是 WaterAid。它是一个主要在倡议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也就是 WASH 的一个组织。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减少一些像是 waterborne 的 disease， 比如说 cholera。那他们在 WHA 的工作呢，其实还蛮忙碌的，就像是他们需要积极的跟政府有一些合作，然后让他们的一些倡议的内容可以顺利的进到 WHA 的议程，甚至让 WHA 的可能一些 resolution 有一些改变。那不知道舒凡你是不是有跟其他的 NSA 合作？那合作的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样？就我这次合作的呢是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那他们就是致力于在要打造阿兹海默友善的社区以及环境。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跟他们合作，他们主要是请我们协助在他们side event的时候，我们要写就是会议记录，然后之后还要协助他们写会后的报告。那就是他们事后可以就是在社群软体这样有更多的分享，就是他们的执行的政策以及他们在做些什么。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跟那些合作的过程中，他们其实人都非常友善。像我们这次在side event也有跟他们的 CEO。就是谈。那像我自己是做阿兹海默的基础科学研究，那他也是跟我说，那之后他们如果有跟研究机构合作，可以有这样的发展，那他会再陆续通知我。OK， 看起来大家都有非常有趣的经验。那就我自己而言的话，我是在跟 Telemedicine 还有 eHealth 的 Society 合作。那 Telemedicine、eHealth、AI 大数据是我们现在医疗上的一个大的趋势。那这一次的过程中间，他们很友善，在整个活动中间带着我们去认识在这个领域中有贡献的很多的人，也建立了很多的 network and connection。那在整个过程里头，看起来 Angie 跟 Heather 也是在 WaterAid 以及 ADI、Alzheimer's International 里头，在各自的领域有很大的一个眼界的开阔的过程。你这次去 WHA， 你觉得有什么是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的？那你的心得感想是什么？因为这次我是以研究生的身份去参加，那其实研究生，说老也没有到很老，但是说年轻也没有像大学生那么年轻。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研究生大部分参加的都是比较科学性的研讨会，那研讨会的性质也比较像是大家先像 seminar 一样报完自己的 study， 然后后面有一个 Q&A 的 discussion。可是像这次去参加 WHA 的话，我发现他们的那个会议的进行方式都跟我们参加的研讨会是非常不一样的。像他们的进行方式就会很多国家他们很希望他们的 statement 被听到，比如说有的国家会希望可以让 WHO 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如果说一些比较大的国家，他可能也会公开表态说，我支持 WHO 的哪一项政策，然后他们可以怎么样去支援，怎么去 support。所以我觉得这是跟我们一般可能都是历经那种比较 technical 的 discussion 是非常不一样的会议形式。那不知道齐心，你觉得
你眼中的 WHO、WHA 它的样子，对这次亲身参加之后，你有怎样的感受？我觉得就是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就是因为 WHO 跟 WHA 他们其实是想要去推动一个政策的改革，要 health oriented policies， 所以它跟我们平常在讨论 data 那些 research 方法什么是比较不太一样的。他会希望说，透过他们这一次的会议，想要去造成一些政府一些作为上的改革。所以我们听到的很多可能会是 political 的一些 argument， 而不是我们很习惯的，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这样。所以这是可能学生去那边会感到蛮冲击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因为我们平常就好像就关在下台里面，就是专门做自己的实验。但是你能看到说，实际上你的 data 去怎么被运用，怎么去造成 make a difference 的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经验。很开心我们这次参加了一个 WHA 的会议哈，我相信大家都有非常多的学习。那我们首先从舒凡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觉得学习到最棒跟最多的地方。我觉得这次呢，因为我们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拿到就是通行证进入到 WHA 的大会。那当然参加大会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在全球卫生的议题，在不同国家之间他们所面临到的问题以及他们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子。那除了这之外，我觉得就是参与周边会议，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理解到在不同的全球卫生议题，他们 NASA 着力的点在哪里。那我觉得说，就是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日内瓦，然后参加到这么难的一个机会，就是抱持着一个开放的心，然后开放的态度，多去和与会人员去交谈。那它其实会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思考模式跟想法，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谢谢舒凡，让我们来跟慧玲谈一谈，她觉得学习到最多的地方。我觉得学习到最多的地方就是视野变得不一样了，然后还有就是团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平常在医院工作，其实我们很常在乎一些非常非常细节的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自己框架住了，然后不自知。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机会，然后跟各个领域的人、各国的专家学者，然后共同来就是讨论说，全球性的卫生议题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思考角度，然后可以怎么样被解决。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再来刚刚提到的团结，是指说，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那可能就是背负着不同样的专业。那每一个 NSA 就是也都是这样不同的背景。那我们很致力的就是要提升，不管是全民的健康或者是照护品质。那我感觉就是无论我们的肤色啊怎么样，就是团结就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那综合两位同学说的，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学习，除了两位同学说的一个部分之外，其实最重要，因为我跟慧玲都是在医院工作，我们的视野从医院的一个角度，放大到全世界，那看到其他国家看不到的一些状况，包含落后国家，像我跟慧玲也讨论到他们那边儿童跟妇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这些议题其实非常值得带回来台湾，我们在我们的台湾好好的在机构里面，在我们的卫生设备里面还有我们的卫生政策里面去做重整，希望带给国人更多健康的一个议题。那非常感谢老师透过他的视野，让我们更清楚整个世界健康的脉络跟运作。谢谢。今年参加的WHA的会议参加超多的赛的，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赛的？我印象很深刻的2场是都有病友现身说法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效果蛮好。那我以前对于这样的活动比较少去参加，大部分是参加就是比较学术性质的 conference。那我觉得那2场病友有在里头的，他一个是在讲说就是一个很难诊断，然后病程很长。我记得。对，然后他没有办法有用目前当今有合适的治疗去控制的一个疾病，ME。然后上字幕，忘
记他中文名字，就是那个诊断的病人，我看那个影片，然后看那个病友现身说法，是可以真心感受到他们其实是蛮辛苦的。对，那在医院里头，也许我们可以第一线看到病人的辛苦，可是我觉得对于一些民众，甚至一些比较没有第一线在看病人的人，他们其实是蛮难从我们转述的过程中就知道病人他们的辛苦。那我觉得以这样的活动，可能也可以带起跟唤起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心理也好，或者是他们的常常的患病过程，他们的任何的生理上面的辛苦的一个重视。那我感觉这2场就是都有获得蛮好的一个回响，就是社会也许要多付一点的多投资这里头的一些研究，然后得到大家的一些重视，那之后他们的一些生活品质可能就可以有一些改善。我觉得这几个赛也被人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替病人代言这一块，但是其实让我深深感动是有几场其实甚至有病人参加。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另外一场慧玲还记得吗？它的题目是就是在手术方面。那时候我们俩想说，妇女卫生又是手术，然后想说会不会是跟 cancer 相关，就一到现场，其实他们当时的2个故事，其实让我跟慧玲蛮震撼。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就是在台湾我们的妇幼卫生做这么好的情况底下，在这样子的很落后的低收入的国家会发生病，就是他们的妇女会因为生产产生撕裂伤，然后甚至有 fistula， 然后甚至产生异味，被家人遗弃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故事让我们是非常的震撼的。对，那想象不对，到。而且台上发表的居然是80岁的老奶奶的助产士。对，我觉得当时我们是非常的震撼。哇，魏医师加入我们了。是啊，其实我也有去，大家好，我又出现了。那其实这些 event 都非常的有趣，可以看得到说，在实际的病友的说法、现身说法跟这样子一个生产中间后续的一个故事里头，都是很多的。那另外我也想分享我的部分，就是说关于说在整个过程里头有一个就是 promotion， 怎么样去把这个概念去做推广。那其中有一个 event 是关于那个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有一天我们在那个，好像跟我们在医院听到的那个不太一样。魏医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啊，他这边讲的就是说抗生素滥用跟所谓的抗药性的关系。那其实随着抗生素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它说使用也是要慢慢去做限制，不然很多的超级抗药性细菌会出现。那在这样一个 event 里头，他其实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去做 promotion。他的会议的 summary， 它不是用写的，大家还有印象？现场用画的，对，那是一个非常 impressive 的方式，非常让人印象深刻。那用这样的方式，大家也可以更好的 focus 在上面。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这一件事情也让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慧玲有想还有其他分享的。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这些主题，或者是就是他们会议的一个进行方式，我觉得这一次都有感受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们邀请的 speaker 坐在台上，他们不会是只有一个方面，他们是产官学。那在这样子的经验分享当中，我觉得其实有学习到蛮多其他国家，然后甚至就是 NGO 跟他们国家一起合作很多的方案。那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在这里面我们的角度跟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对，我也是不晓得你在这里面你有看到什么特别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你超厉害，认识好多产官学的专家，把你的名片都发光了，还有乌龙茶包。还好，那这些连结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也回归到我们在最开始讲到对全球卫生的认识，它其实 global health is global in scope and also global in the team， 就是说它是很连结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大家作为一个团队，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做接触，其实没错，就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那大家其实
这整个过程就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 event。没错，不只是会议的过程，还有在日内瓦生活的过程，真的令人难忘。没错。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这次参加 WHA 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首先，因为我是环境卫生研究所的学生，那在这次大会里面有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议题叫做 Health,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然后就觉得自己学的 Environmental Health 可以在这样大的一个大会里面被讨论，感觉还蛮兴奋的。那我有去参加就是这场的那个 Technical Briefing， 然后也看到有3大龙头现身出来主持，像就有 WHO 的人，然后 WMO 就是世界气象组织，以及 UN Environment 的人都有出来讲话。那在现场还可以拿到像这样很精美的文宣，然后里面全部都是彩色列印，就是对，可以拿回家当纪念，然后可以回家细细研读。那其实，在那个现场的时候，首先，它一开始的简报就是秀出很多 big data， 然后一一显示说，比如 air pollution 会杀死多少的人，然后会造成多少样的疾病负担，然后在一个觉得还蛮有震撼力的简报结束之后，就开始大家的讨论。然后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平常在课堂上也有学到 climate change 对一些可能比较 vulnerable 国家的影响，那实际上在现场就真的有那种什么太平洋小岛国家，他们就说一定要帮忙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来一个海啸或者是来一个圣婴现象，他们的国家就快没了，快被淹没等等。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还蛮有震撼力的。那不知道齐心你有没有参加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event 呢？参加一场是叫做 One Health One Planet 的 side event， 那其中有个主要的讲者，他就是卢安达前卫生部长，那他现在是 Vice 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Global Health Equity， 他是一个气势很足的她是一个女士，对，那他当时对他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他当时他旁边跟他一起做 panel discussion， 同时还有 WHO 的一些代表工作人员，然后他们的一些也是他们一些 WHO 某些部门的一些执行长。那他当时就有跟他们讲说，你签这些 resolution， 签这些 declaration， 这些不是 action， 真实的 action 应该是要实际去做、去实施，然后要 hold 这些government accountable。也就是说，当他们没有作为这件事情，他说应该要是一个 criminal act。对，他说应该要用这种方法去逼政府去做这些行动。对，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行动派的人，非常有气势。对，甚至他就是说，再怎么样复杂的问题，都可以把它简单化的去解决。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其实当在听很多很伟大的 goals， 或者是很伟大的一些那个 target 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免都会有疑问，就是真的可以达到吗？或者是要达到那个过程一定什么 multi-sectoral， 一定是中间有很多复杂的一些沟通或是协议等等的。但是就是我觉得WHO 它设立的这些目标是给我们一个方向跟指引。那实际上要怎么去做，就要看我们各自生活的地方的政府或是各种单位会怎么样去共同的解决，或是想要面对的问题。那不知道就是除了一些正式的 event 之外，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其他额外得到的收获或是惊喜？有一个蛮惊喜的，就是说我们2个同时参加的 NSA Water Aid， 他们有办一个像是 reception cocktail， 那当时就是请很多和那个 End Cholera 相关的 resolution 相关的国家来参与，来算是庆祝嘛，他们达成一个里程碑这样。那当时他们有请 WHO 的 Director General Dr. Tedros 来参加。那我们那时候看到他就觉得哇，然后迷妹模式打开，对，就很想要，就还问我们 NSA 说我们可不可以去跟Dr. Tedros 合照一下，但是他们就说可能他会比较忙一点，不太方便。
但是当时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他就是有停下来拿一杯饮料，在那边慢慢的喝，那跟大家慢慢聊天。那我们两个就想说，可以试试看。对，就把我们的勇气都用在那一刹那了。那我就问他说，我们是 WaterAid Student Delegate，可不可以跟我们拍张合照？那他蛮有趣的，就是他会说，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那我们就很大胆的说。台湾，对，然后他说 OK， 那就跟我们合了一张照。然后合照完之后，他还跟我们说谢谢，对，用中文哦，对，还蛮特别的。是那张照片可能是作为我们这个 trip social network 最珍贵的一张，最珍贵的一张，也会当成。